把孩子当蜗牛养，世界就慢慢柔软了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智慧的耳语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时间感。时间的速度取决于你用什么心去感受。公园的小路上，一个孩子蹲得很低，他没有奔跑，也没有急着去玩溜滑梯，而是盯着地上一只蚂蚁。那只蚂蚁正费力地搬着比他大3倍的面包屑，步伐缓慢而坚定。大人站在一旁，不时看着手表，心里默默盘算着还要做的事，但孩子只是全神贯注地看着，像守着一场盛大的冒险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，我会用脚尖踢着石子，一颗石子可以陪我走好久。那时候时间很慢，长大之后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日子只剩下上班和下班，时间像是被人拽着往前冲。或许孩子就是我们重新找回慢的钥匙。时间感的秘密，大人和孩子的世界不同速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孩子和成人对时间的感知真的不一样。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心理学教授泰瑞莎 Teresa McCormack 长期研究儿童认知发展，他发现成人对时间有明确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线性概念，但我们并不清楚孩子在什么阶段才开始建立这个想法。对年纪很小的孩子来说，时间是用日常节奏感知的，像是吃饭、午睡、天黑这些标记，而不是钟表上的数字。更有趣的是，孩子的时间判断很大程度和情绪有关。研究显示，6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大致理解一段事情的流逝，但他们衡量长短的依据是好不好玩、紧不紧张、开不开心，而不是实际的分钟数。这解释了为什么生日刚过，孩子就觉得下一次生日还要好久好久，等待圣诞节的那一年，在他们眼中像一辈子那么长。而我们大人只要一翻日历，就能精准知道还有324天。时间的快慢取决于心理的进行式。泰瑞莎还提到一个现象，回顾与正在经历的时间感是不同的。当我们回顾孩子从出生到离家独立，会觉得这段岁月转瞬即逝，但在养孩子的当下，很多时候一天就像一辈子那么漫长，特别是当孩子发脾气、晚上不睡觉、早上不肯起床的时候。这种差异不只是父母才会有。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佐尔坦 Zoltan Nadesti 在1987年做过一个实验，播放2段1分钟的影片，一段是紧张刺激的警匪片，一段是平静的划船画面，请儿童和成人判断哪段比较长。结果发现，4到5岁的孩子觉得警匪片比较长，成年人却觉得划船片比较长。30年后，他用同样的实验再做一次，结果依然一致。这说明了，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其实是用情绪和情境去丈量的，不是用秒针丈量的。成人时间为何越来越快？英国杜克大学机械工程学教授亚德里恩 Adrian Bejan 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解释：随着年龄增长，视网膜到大脑的传输距离变长，神经传导速度下降，大脑接收到的画面帧数变少，就像电影从每秒60帧变成30帧，看起来就会觉得快。同时，成人的生活中新鲜事变少，大脑对重复的事物会自动压缩记忆，于是我们感觉时间飞快流逝。孩子每天都在遇见第一次绑鞋带，第一次吹泡泡，第一次看到下雪，而我们每天重复着通勤、开会、回家。孩子的蜗牛时间，孩子的世界很慢，他们不赶时间，因为还没被钟表驯服。等冰淇淋融化，等雨停，等毛毛虫变成蝴蝶，这些等待在大人眼里或许浪费时间，但在孩子眼里却是生命的全部。有一次，我和女儿走过一条小路，她发现地上有一片叶子在旋转。我说风很大啊，她却很惊讶地回答，不是风，是叶子自己在跳舞。于是我们蹲下来数它转了几圈。那1分钟，世界很安静，我觉得自己也被拉回到孩子的时间里。为什么要把孩子当蜗牛养？蜗牛有3个特质，正好提醒父母如何面对孩子的成长。慢才看得见细节。孩子的慢不是偷懒，而是全神贯注在此刻的探索。蜗牛虽慢，但总会到达。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，催促只会让他们慌乱。柔软，外壳虽硬，内里柔软。父母若愿意收起急躁的壳，就能感受孩子柔软的世界。蜗牛时刻的生活练习，想要让时间慢下来，其实不难，只要你愿意多一些陪伴，多一些等待。公园散步，不急着走到终点，
让孩子主导路线，哪怕只是在同一块草地上来回观察。厨房时光，让孩子切一根小黄瓜，不求速度，只求专心。雨天游戏，坐在窗边看哪一滴雨先滑下。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，会在日后变成孩子的慢时光记忆，也让父母重新找回不被时钟追赶的日子。8. 结语：柔软的世界从放慢开始，时间的长短不在钟上，而在我们的心里。当你愿意放下催促，跟孩子一起用蜗牛的速度走路，看一片叶子的旋转，看一只蚂蚁的旅行，你会发现世界变柔软了，日子变长了，你的心也变得安静了。孩子不会永远是孩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在他还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把日子拉长一点，把陪伴放多一点。等他长大后，你会庆幸自己曾经用蜗牛的方式慢慢走过他的童年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启发，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留言并分享给你在乎的人。订阅 Whisper of Wisdom， 陪你一起用智慧温柔自己的人生。